使人口总量有所减少，城镇化率继续提高。年末全国人口是14亿零48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上周一，也就是1月19号，是国家统计局预计向全社会公布2025年统计数据的日子。这一天啊，很多人口方面的专家都在翘首以盼，想看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的人口数据到底是多少。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啊，中国的人口形势非常严峻啊，所以呢，每年公布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估计啊，国家统计局啊也是觉得这个数据比较吓人，所以在公布这个数据的时候呢，由这个统计局的统计司的司长专门做了一个文字说明。这个文字说明啊，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我们国家现在的劳动力人口啊，也就是16岁到51岁的这个人口呢，一共是8亿5136万，数量非常多，比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加起来还要多，形势一片大好啊！你想想，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加起来的劳动力人口还没有我们中国多呢。60岁以上的人口呢是3亿2338万，65岁以上的人口呢是2亿2365万。那未来银发经济的发展也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人口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平均受教育的年限是11.2年。那11.2年，你想都是初等教育啊，平均就是12年嘛，是读到高3啊。那11.2年啊，大概就是相当于这全社会的劳动力人口都读到了高3，读了2个月之后就退学了。那这个平均数字那还是很高的啊，人口素质那是没得说。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城市化水平一直在提高，现在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67.89%，城镇人口呢是9亿5380万，比去年增长了1030万。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的人口形势非常好，而且可能越来越好，大家不用担心啊。但是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啊，还是在人口学界引起了震动。为什么引起震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2025年有很多人口方面的专家都在预测2025年的人口出生数据，大家普遍预测2025年的出生数据会下降，但是普遍预测的基数都在800万之上，但是没想到啊，最后公布的数据直接跌破800万，是792万。这个数据啊，普通人可能没有概念，我在这里给大家描述一下啊。2024年中国的人口出生数据是954万，2025年跌到了792万，这1年时间就跌掉了160万，同比减少17%。这个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口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就是你前一年跟后一年人口出生数据一下子下跌17%，很少见。一般来说，整个人口的出生数据是比较平稳的嘛，就算是你要下跌，它一般来说也是比较缓慢的下跌。但是2025年直接比2024年下跌17%，这个主要原因实际上是初婚人数的减少以及结婚人数的减少。2024年中国的结婚人数啊只有610万对，那你结婚的人减少了，出婚人数减少了，那么整个2025年的出生的人口数据那自然就减少了啊。我们再往过去10年再看一下，2015年中国的人口出生数据是1655万，2016年是1786万。你想想，从2016年到2025年9年时间，直接减少了1000万人口，就是每年的出生人口直接减少1000万。那这个数据就很吓人了，那就是减少的超过了50%以上啊。这整个前面没有了，就剩个零头啊。这个如果是股市的话啊，这是股灾级别的，就是这种人口趋势的下跌啊，大概相当于美国当年1928年的那个大萧条那个股市下跌的幅度。中国的人口数据的下跌大概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程度。这个数据我估计我这么讲，很多人还是建构不起来概念，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啊。前年中国出生的人口数据是954万，这个数据已经是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低数据。1949年啊，中国的人口大概就4、5亿人口，但是那一年
中国的人口出生是多少呢？是1200多万。那之后呢，从来没有低过1000万，最高的时候到过2700万啊。那950万大概相当于什么程度呢？是1942年到1944年，1942年到1944年啊，那是日军侵华的时期啊，在华北地区搞三光政策，杀光、伤光、抢光啊！你想想，就在那么严峻的情况下，中国人还生了950万人口呢。那今年跌到了792万，那这个出生数据大概是多少呢？因为民国之前，中国就没有那么详细的统计数据了，只能估算。我看到有一个人口学者叫易富贤，他说这个数据啊，大概相当于乾隆3年。乾隆3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基数是1.5亿，一年出生的人口数字啊，大概是792万，这个左右啊，估算啊。那你想想，中国的人口出生数据啊，一夜之间已经退回到了200年前的水平。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最近几年啊，这个中国的经济形势总体来讲是不错啊，尤其是改革开放这40年，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然后呢，过去10年，中国制造呢又开始提及了，都变成中国创造了。那么跟美国啊，现在这一轮关税战过程中、贸易战过程中不落下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制造业非常发达。中国制造业非常发达啊，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非常便宜，质量非常好。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制造在中国自己的境内啊，建构起来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由此，你其他国家制裁中国，中国自己有完备的产业链，你不受制裁。另外一个方面呢，反过来，中国如果想掐美国的脖子，一掐一个准儿嘛。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建构起来一个完备的产业链呢？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非常大，14亿的人口规模啊，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你中国建构起来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也能养活起来这样的一个产业啊。这个产业在中国不但能够生产，还能消费。你想想，14亿人口啊，加起来比美国、欧洲的人口还要多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自己建构的产业链培育了中国制造的产品之后啊，再出海几乎就没敌了，质量又好，价格又便宜嘛。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初动力。那么反过头来，我们再讲，如果中国的人口形势继续这么严峻下去啊，它可能就会构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最严峻的挑战。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啊，就是现在有人口的学者通过模型来计算，如果按照现在的人口出生率，到210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将会跌到3亿人口左右。这3亿人口啊，你想想，那不就倒退到清朝时期了吗？中国在清朝末年的时候都4亿人口了吗？是吧？那么假如说中国只有3亿人口，你想想，中国还能建构这么完整的产业链吗？中国还有这么庞大的市场来培育这么多中国制造的企业吗？不太可能了吧。所以中国的经济啊，实际上它的挑战不在于中国现在的政策呀，包括中国的现在的整个的市场环境啊，最重要的挑战就是中国的人口发展趋势。所以我今天就来讲一讲中国未来发展的人口的危机问题。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就着2025年的数据再做一些细致的分析啊。中国现在不是一年出生了792万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分省的数据啊。去年的分省数据我们还没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用前年的分省的出生数据来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啊。2024年啊，全国有18个省的出生人口数字啊是超过20万的，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广东，广东出生了113万。广东这个省很特殊啊，它已经连续7年出生人口是排名全国第一了，连续5年每年出生的人口数字都超过100万，也成为了全国唯一一个人口出生过100万的省份。那排名第二的呢，就变成了河南，第三呢就是山东，山河4省啊。像河南呢是76万，山东呢是64万啊。那么这些是绝对的人口出生数据。在全国的各个省中间啊，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地区呢是西藏，西藏的每1000人出生的人口呢是13.87，之后呢是宁夏是10.97，第3名是青海10.11，第4名呢是新疆9.42，这些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啊。那比较低的是哪些省呢？就东北，东北现在每1000人的出生人口数字啊，大概只有
5个人左右，这徘徊在全国最低的水平。跟东北差不多出生率的呢是京津沪这3个城市，就是北京、天津和上海。这几个城市的出生率都徘徊在了6/1000左右。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分省的数据，就有点意思了啊。广东为什么高呢？主要是因为外来人口多。广东的外来人口它这个六普的时候它的外来人口的数据大概是2300万还是2600万左右。外来人口有一个特点，它基本都是年轻人口，也就是都是育龄人口，所以它把广东省整个的出生人口数据就抬升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广东的出生人口多，实际上不是广东人自己的出生观念多么强，而是因为外来人口的补充。当然了，广东那边潮汕地区它的文化也比较讲究传宗接代、多子多福，这也是原因之一。剩下的就全部是西藏、青海、宁夏、新疆这些省份。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嘛，这个数据中间有2个维度。一般来说呢，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它的出生率越低。你比如说上海，上海现在的统合出生率已经跌到了0.6，这个0.6已经比韩国还要低了。韩国是0.78全世界最低的。那上海如果独立出去那上海将是全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国家。当然现在呢，上海还没独立呢那是有个什么护独党但是你可以看到了上海的出生率低到什么程度。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上海大量的在关闭幼儿园，在关闭小学招不到孩子了，没有孩子了，你想想，那你这个幼儿园就办不下去了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其中一个维度，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往往是出生率越低。第二个维度呢，就是越落后的地区，或者说传统文化越强的地区，出生率越高。比如说西藏比如新疆就这些地区相对来说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同时呢，它这个传统文化相对来讲它还是主张的这种多子多福、传宗接代。所以就这2个维度决定了中国的分省的不同的这个出生率。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这么严峻的这个出生局面呢？这里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实际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2000年之后在计生部门对整个中国人口形势的预测完全失败，完全错误。2007年就中国卫计委当时公布了一份中国人口发展的一个战略报告。这个战略报告是当年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蒋万杰，加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况迪，加上国务委员宋健牵头搞的。那这个人口战略报告从2004年2月开始启动，一直研究到了2006年的4月份，花了2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了据说是200-300位专家人大的很多人口学者都参与其间。这个人口报告当时对中国的人口是做了怎样的预测呢？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现在看来已经变成笑话了当时他们的预测就中国的人口的统合生育率大概是1.83，而且会长期维系。按照这个统合生育率，它的预计2010年的时候呢，中国的人口呢是13.6亿，到2020年的时候呢会14.5亿，到2033年的时候会达到15亿。这是整个这个人口报告得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实际上是变成了中国当时的人口政策。你想想，2006年、2007年中国还是在重点的抓计划生育。我还有印象我在中央电视台我们有同事生了2胎，在中央电视台他干了10几年了，但是对计划生育零容忍，中央电视台就规定的必须辞职，你马上离开中央电视台。所以你要知道，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中间其实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导致今天现在的初婚人数大幅减少，同时性别比失调。那么我们如果追根寻底，你可以看到当年在卫计委主导下的这个人口战略报告，这就是罪魁祸首之一。那么我们反过来讲了，为什么当时卫健委所搞的这个人口报告会这么失真呢？在我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呢是利益当事人。你想想计划生育部门合并到卫计委了，合并到卫计委之后，他自己有部门利益
如果要是把卫计委给取消了，那么他们不就失业了吗？他们的工作不就等于零了吗？所以他们这个部门利益最重要的就是维系卫计委自己部门的利益。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出来，当时中国政府所搞的这个人口报告，一个非常致命的原因就在于让卫计委牵头来搞人口战略报告，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那么在这个重大的政策失误的政策引导之下，中国从2007年一直到2013年、14年，还在不停地延续严格的计划生育。2013年，人民日报召集了10几个专家写文章，当时六普数据出来了。六普数据出来之后啊，当时统合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1左右，但是所有的专家都不相信，就是统合生育率降到了1.18，他们都认为不可能这么低。实际上从2007年到2013年这中间，说明统合生育率已经断崖式下跌了，但是所有这些专家都不相信，最后把这个数据修订成了1.63。而且我还记得当时人民大学有个专家叫朱爽吧，他说现在如果放开二胎，中国的人口那就不是13亿人、14亿人的问题了，那可能就是16亿、17亿。他们当时预计如果中国放开二胎的话，中国的人口峰值每年出生的数据将会达到4995万，也就是将近5000万人，那是一个灾难性结果。但是没想到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今天的局面，是不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人口专家的主持之下，中国在2014年才开放了单独二胎，也就是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你才可以生二胎。到2016年才放开了全面的二胎。但此时已晚呢，这个时候人口虽然有一个小幅的爬升，但很快2年之后就继续下去了。至此之后，整个中国的生育率就不回头的一直往下跌。我回顾这段历史想跟大家讲的是，其实中国的人口真正的危机是2010年到2013年这13年中间埋下的，是计生部门他们自己的错误的对整个人口的发展形势做出估计所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人愿意承认，更没有人去追究这些计生部门的责任，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悲剧的事情，非常悲哀的事情那么我们讲完这个结果之后我就来讲一讲2015年的1月份就清华大学呢跟西南财经大学他们一起合作呢，推出了一个中国人口研究的专题报告。这个报告呢，它讲的是2025年到2100年人口预测与政策建议。这份报告应该说是过去好几年中国人口学方面研究的水平比较高的一个报告。这份报告是一个大学搞的，它没有什么利益相关，不像那计生部门自己搞的同时呢，他们采用的数据模型也包括这个人口的数据统计的更精细，做的研究呢也更有价值，被认为是去年这一年中国人口学界研究的最有水平的一份报告。我刚才讲的2100年中国的人口有可能跌到3亿就是这份报告模型计算出来的。在这份报告里头他首先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中国最近几年人口的出生数据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生育峰值年龄不断的后移，生育峰值年龄逐渐的由20到24岁推迟到了25到29岁。生育峰值年龄2005年的时候是24岁，2020年的时候就推迟到了27岁，到了2021年、2022年进一步推迟到了28岁。整个这个峰值年龄的推迟就导致了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的大幅下降。因为你不要认为这个峰值年龄推迟是个小事因为你推迟来推去，很多人就不生了，有的人可生可不生的就不生了，有的人可以生2胎、3胎的，他就只生1个。所以这个人口出生的峰值年龄，这个是中国近些年来人口出生数据下跌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报告中间我认为它最有价值的，它是把中国的人口出生模型来做了一个计算。这计算呢，它就分为3个模型，一个是中等出生率的模型，一个是比较高的
出生率的模型，第三个是比较低的出生率的模型。这3个模型啊，它按照不同的模型呢来计算未来的中国人口啊，这个数据是多少？这所谓的中等出生率，统合出生率呢是 1.05， 也就是说每对夫妇在他终其一生的生育年龄里头会生 1.05 个孩子。这个数据可不算高啊，它还算是中等出生率啊， 1.05。 那么低生育率是多少呢？是 0.72。 高生育率是多少呢？是 1.31。 其实 1.31 也不算高，大概相当于今天日本的水平啊。那么就是按照这3个模型，它计算了一下，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数据。你比如说中等生育率啊，2025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口减少啊，每年平均是850万，平均每11.8年减少1个亿。但是到了2050年之后呢，就开始加速，平均每6.85年减少1个亿。到2100年的时候，也就是75年之后，中国的人口会减少到4.6亿，4.6亿将会比美国只多4000万。美国当时预计的人口是4.2亿。那么低生育率啊，也就是说在 0.72 的这个统合生育率的标准呢，那么中国到2100年的时候呢，总人口只有 3.2 亿，这 3.2 亿将会比美国还要少1亿人口。那这个到2100年的时候啊，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大概只有64万人。这64万大概是什么水平呢？就大概相当于今天日本的人口出生水平。要知道，日本今天啊总人口只有 1.3 亿，每年大概就是出生60万人口左右。假如说中国按照 0.72 的统合生育率发展到2100年的时候，那中国的每年的人口出生数字将会就只有64万。大家不要觉得792万少啊，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到这个2100年的时候，中国就只有64万人了，每年出生啊。那么高生育率就他说的 1.31， 那么如果按照 1.31 的统合生育率，到210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数字呢将会有 5.9 亿。那么每年出生的人口数字呢，那将有369万。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嘛，就在整个这个人口发展趋势过程中间，这个生育率、统合生育率对未来的人口模型以及未来的这个人口的最终的结果啊，影响是巨大的。而且他还计算了这3种模型之下啊，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你有多少老年人嘛？你有多少老年人，人口的老龄化的峰值是多少？他也算了一下，如果是中等这个出生率的话，中国的人口出生的峰值是2086年，人口老龄化的比例大概是 42.4%， 也就是100个人中间有42个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那么如果要是低出生率的这个模型，中国的老龄化的峰值是2091年，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将会达到 53.4%， 也就是100个人口中间有 53.4 个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中间一半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那是很可怕的啊。如果是高生育率的模型，那么这个老龄化的峰值是2084年，那么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是 36.6%， 你看这差别也很大啊。那么由此带来的一个抚养比的变化，这抚养比就是说你每100个工作的人需要抚养多少不工作的人，老年人啊。现在中国的抚养比2023年呢是 22.5%， 也就是说每5个人养一个退休的人，这个数据呢还算是比较健康啊。今天日本的数据是 50%， 也就是说每2个工作的人就要养活1个退休的人，这是日本今天的局面， 50% 已经够可怕的了吧。那我们看一下，按照这3种模型计算的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峰值，这个抚养比是多少呢？中等的出生率的峰值是2086年，我们刚才讲了啊，这个抚养比将会达到 85%， 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要抚养 0.85 个老人，这个数据就已经很夸张了，比今天的日本还要夸张的很多啊。那么如果低生育率模型，它这人口老龄化的峰值是2091年，抚养比将会达到 125.5%， 也就是一个劳动力的人口要养活 1.25 个老年人。
那我估计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可参照的对象，就是每一个工作的劳动力要养活一个退休的。你从全社会的抚养比来讲，这个抚养比啊，应该说这个整个社会啊是难以为继的。你想想，你工作的人要养比你的工作人口、就业人口还要多的人口嘛，那还有孩子呢，是不是？那随着人口的老龄化，随着人口的生命年数的增加，那有可能这个数据还会继续恶化。那么在高生育率模型下，人口的老龄化的峰值是2084年，那么它的抚养比是 67.8%， 这 67.8% 跟那个低生育率的这个人口抚养比啊相差差不多1倍，那个是 125%， 这个是 67.8%。 但就算 67.8% 也比今天的日本还要高，今天的日本是 50% 嘛。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不这么算，你就不知道中国在未来50年所面对的人口危机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会造成多么大程度的冲击。现在的人可能真的想不到，也就是30年以后、50年以后，到底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在分析完这3种模型之后啊，这份报告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建议。他讲到啊，中国要想提升自己的人口出生率，在2025年到2035年这10年间是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一旦错过的话，将会万劫不复。为什么呢？因为从2035年之后，中国的育龄人口的数据、育龄妇女的数据将会陡峭下跌。你想想，育龄妇女是这个生育的主力啊，没有育龄女性，你没办法生，对不对？所以你育龄女性的数据决定了你最终的生育人口数。这里头数据是多少呢？2010年，中国15岁到49岁的育龄女性是 3.8 亿，到2020年是 3.2 亿，2035年是 2.9 亿。那么也就是从2020年到2035年这中间大概都在3亿左右，相对来说是一个平稳的数据。但是从2035年之后就开始下跌了，一旦到了2050年就变成了 2.12 亿，差不多下跌了 50%，15年左右的时间。那你想想，你育龄女性的数据减少了 50%， 你这个人口出生率你再提高，你的绝对出生数字也会下降啊。所以他这里头讲了一个数据，他说在这个2025年到2035年中间，总和生育率哪怕只提升 0.1%， 也就是每10对夫妇多生1个孩子，那么这10年之间也会多生超过2000万人口，对改善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会有非常大的贡献。那么这份报告说白了，就给今天的中国人口敲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警钟。假如说在未来的10年，中国不能有效的、及时的改善人口出生率的话，那么整个未来75年之后，中国跌到3亿人口的那样的一个惨景，可能就会成为现实。那么紧接着啊，那么如何提升中国的出生率呢？这份报告啊，一共也提了7、8个方面的建议啊。比如第一点，你降低这个结婚的年龄。中国的结婚年龄，男的是22岁，女的是20岁，全世界最高。那么他就建议一律改为18岁。那么改为18岁之后呢，那你是可以早结婚嘛，你就可以早生孩子嘛，这是第一个政策。第二个政策呢，就是宣布全面放开生育。因为现在你要知道，中国的计划生育还没有结束啊，中国现在只是允许你生3胎啊，并没有说允许你生4胎啊。你现在生4胎虽然不罚你，但是现在你看全国很多地方啊，不是给你发补贴吗？第4个孩子有没有补贴呢？很多地方就不给了。所以实际上现在中国并没有实行彻底废除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仍然有，是允许你生3胎，并不是彻底废除了人口出生的政策。所以他就建议呢，你现在马上废除计划生育政策，因为这是一个鼓励的信号，告诉大家你们可以随便生，你生5个也行，生8个也可以，而你生的越多，国家越奖励你，国家越给你表彰，那这是一个怎么说政策引导性的信号。这是第2个方面。第3个方面，那就是所谓的补贴了啊，就马上进行育儿补贴。大家都知道，2025年7月份啊，
这个中国政府啊就出台了新生儿的补贴政策。这个新生儿的补贴政策呢，是1到3岁的孩子给补贴，每年3600块钱，一共补到3岁。中央政府呢，一共拿了900亿的预算出来啊。对于中共政府来说，这也是下了血本了。过去你想想，怎么可能给老百姓补钱呢？但这一次呢，也是给老百姓开始发钱了，而且是真发，不是假发啊。为什么2025年7月份的时候就出台这个政策呢？我看有些人口方面的专家也分析了，因为在中国生孩子需要到医院去建档。其实2025年的整个的生育悲观数据，从国家层面来讲，他们提前半年已经知道了，2025年就会跌破800万，因为2025年啊，这个出生数据是从2024年开始那个医院里头建档的数据就已经得出来了，跌破800万，把这个中共政府也吓坏了，所以就紧急出台了这么一个补贴政策。那么一个孩子补贴3600，补3年。但总体来讲，这个补贴数据还是太低了。我们可以做一个国际比较啊。大家都知道，咱们整个东亚现在的这个出生率啊都很低。你就比如说日本，日本现在是1.3，韩国是0.73还是0.78，台湾呢大概是0.9到1.1之间，而我们大陆现在就最新的这一年已经跌到了0.98。那么这其他这几个国家和地区啊，他们对生孩子补贴是力度是非常高的。你比如说我现在生活的日本啊，你生一个孩子先给你补50万日元，这50万日元呢，你到医院里头去生孩子啊、住院呢，都可以直接用这个钱来抵。也就是说，这个钱你如果在一般的公立医院生育啊，是不需要自己家庭再额外支付费用的，这是一笔钱。其次呢，生完孩子之后，政府给你发奶粉钱，一个月15000日元，差不多可以领到18岁。然后针对这个女性呢，有育儿假，这育儿假呢，一共加起来大概有2年半，不是前半年发你工资的70%，然后后来超过半年以后呢，可能60%到50%，但是可以有2年半左右的时间育儿假。韩国那边的补贴力度就更大一些啊，我看那个韩国的媒体报道啊，他们这边的现在这个补贴，那个仁川市就是在首尔市旁边，说一个孩子现在你出生，直接给你补50多万人民币。1亿韩元呢，那这是下了血本啊！因为韩国的人口出生数据这些年也跌得非常惨，但是有些人就说了，他说你看，台湾、日本，也包括韩国，你补贴的数额这么高，但是出生率也并没有提升啊，还是这么低啊。但实际上啊，也有人做过测算，如果不补贴的话，那出生数据可能更加惨不忍睹啊。你像韩国，在实行了高补贴政策之后呢，整体来讲，出生率数据啊，现在没有再继续那种恶化了，甚至现在已经有小幅的上升了。所以补贴本身还是有价值的。在中国境内，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反例的。你比如湖北有个天门市啊，天门市的补贴啊，在全国应该说是非常强的，因为他们在过去10年啊，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它是个县级市嘛。后来呢，在前2年，他们拿出3个亿来补贴，这3个月补贴的力度就非常大了啊。说你生第一个孩子，好像给你发1000。生第2个给你发2000，第3个孩子给你发3000，那就直接发钱。然后最重要的啊，就是说你生这个第2个孩子，他给你发这个购房券，你这个购房券是6万，第1个孩子好像是4万，然后第3个孩子好像是8万还是12万，加起来20多万。那这个购房券你可以直接在本县这个地方买房子的时候抵房款，那他那个地方房价比较低啊，就4、5千块钱1平米啊。那你想想，这10-20万的购房券抵到这个房价里头去了啊，那对这些小夫妻来讲啊，那吸引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最新的2024年的数据，他们的出生率大幅反弹了，一下子变成了17%，正向增长了17%。那么很多人就说了，你天门这个地方你非常小，你国家如果拿出这么大的财力啊去补贴，那不破产了吗？可能达不到啊。那这里我们做一个数据对比啊。你比如说韩国现在针对这个幼儿的补贴占到整个政府开支的8%，日本呢大概占到4%，那中国是多少呢？中国把多口径算在一起，也只有1.5%。如果单纯只算补贴的话，中央政府现在拿出来900亿吗？那么中国现在中央政府啊，一年的所有的财政开支大概是28万亿
28万亿你拿出900亿，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啊，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啊，提高这个育儿家庭的补贴还有非常大的空间。你把其他的有很多不必要的开支节约下来，补贴到普通的家庭，那么对提升中国的孩子的出生啊，应该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你这一年补贴3600，只补3年，这个力度还是太有限。你只给他补3年，那大家都觉得3年以后怎么办呢？是吧？我个人觉得可以啊，你把过去的不补了，但是从你现在这个政策啊，出生之后的，也就是2024年之后出生的这个孩子啊，一直补。一开始补3年，可能以后慢慢增长到6年，再增长到9年，再增长到12年。用这种方式啊，这2天我在家测算了一下，就算把它补到18岁，就是中国的孩子按照每年3600块钱补到18岁，实际上占政府开支的数额大概也只有4%。那你说中国政府承担不承担得起？我个人觉得啊，实际上从现在的财政开支来讲，他承担得起，就看他是不是愿意来做这样的决策。而这个决策之所以愿不愿意做，可能最终推动他的还是人口出生率的数据对他所造成的影响。假如说明年就是2026年，就是这个出生率继续下跌，从0.98下跌到0.8，再继续断崖式的下跌，未来3-5年，那我估计啊，它整个补贴的力度就还会继续上升。但不管怎么说吧，计划生育政策啊，已经给中国的人口问题带来了这一个难以挽回的恶果。现在的所有的措施都是弥补性的，都是挽回性的。如果这个机会窗口再错过的话，那整个中国的人口形势可就真的万劫不复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10. 人口总量有所减少，城镇化率继续提高。年末全国人口是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这是14.489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3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死亡人口113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41%。